哎，你们知道我女儿教她的汉语咋样吗？就这么说吧，把伦敦东区的青少儿全带偏了。你们还记得就是我第一次抱脚打回铁岭的故事吗？那阵儿他还不会说话，但是他能听懂一些汉语了。就他躺在那儿，我就会跟他说：“我说脚打额头呢，他就指额头；我说鼻子呢，他就指鼻子；我说下巴呢，他就指下巴。”然后我抱他回铁岭的时候，我家人还在问我说：“你家孩子汉语咋样啊？就是能听懂吗？无关啥的？”我说：“差不多，你们试试呗。”然后可怜的脚打往那一躺，我二姨就过来了。咋要打？告诉二姨姥，本儿了没？本儿了没？马上我姥爷过来了。咋儿？告诉老姨姥，鼻着呢，鼻着呢。最后作为压轴出场的我姥爷过来了。告诉太，下壳呢，下壳呢。我女儿躺在那里听疯了。我本来还愁她爬得不好，就抓地无力。结果那天挠漏一床凉席，对岸的人离远看，以为哪个瞎爬的疯了呢。后来随着我女儿慢慢长大呢，她这个口音还在普通话和东北话之间就来回混淆。但是在东北吧，说这个普通话特别容易挨欺负。有一次她说我不穿秋裤，因为我不冷。我奶说你正经说话，不穿衬裤拔活灵盖，拔大发劲的老妖精来找你，到老了都作病。你光干使不上劲上炕沿你都秃噜扣，还得别人周你。我女儿一句话也没听懂，基本是。但是对于她来讲呢，就这个故事虽然我听不懂，但是她听起来很可怕。后来随着这个时光的流逝，我女儿已经彻底被带跑偏了。后来在英国上学前班的时候，他们班老师还问我的这个 nose 的汉语怎么说，我女儿说鼻子。现在他们学校对汉语感兴趣的这几个小朋友都管这个叫鼻子。我家拿铁那就更不用说了，直接就在铁岭长大嘛。就口音这个问题，它属于就是姥姥生了仨闺女，根本没救。但是口音这个事儿我不担心，就任其发展嘛，他将来长大一口东北味儿挺好。现在我担心啥，就 bug 我的一点是啥呢？就我妈老在抖音上晒拿铁，这个本来我没意见，但她前2天差点被抖音封号，她还跟我说你们来帮我看看咋回事，我就发一个视频被删，发一个视频被删，抖音怎么就这么不喜欢我呢？然后我去看她被删的视频，全是拿铁裸照，就没有一个画面是稍微遮上一点就朦胧一点的，就是非常大胆。但是咱们妈妈他们没有这个概念，就是她完全没往这样想，特别执着，删完还发，删完还发，差点被封号嘛。我估计抖音负责审核的工作人员也在想，就可能他家脱衣服有传统，雪儿家族嘛，就是家风就是不穿衣服，不穿衣服。我就跟我妈说，咱下次给孩子录视频的时候，咱说不整套抱新鸟，咋的也可以套个纸尿裤嘛。而且现在纸尿裤也不闷，主要它也美观了。拿铁已经是帮宝适大东北华语区独家代言，就冲这个呢，每出的一款不都得安排上，就冲帮宝适亲亲包这个颜值，团子表情包联名款，拿铁穿着它谁都夸可爱。现在天气冷了，宝宝穿的多，露出的地方倒没事儿，捂着的小屁屁和夏天一样容易闷热，容易红。特别有时候晚上睡觉或者出去尿完了换的不及时，裹得沉甸甸的，这个时候就最容易闷屁屁。这款给倒上满满一大杯水，套上熨斗，蒸汽还是哗哗往外冒，不怕孩子尿完被捂。吸完水之后那个透气性也是属于就是 YYDS 吧。而且它轻薄到能塞进口香糖盒子，这么小的瓶还能往里塞口香糖，就这么薄这么软，孩子当然爱穿了。你看这么有排面，颜值大富翁，屁声小巅峰，送人送的有排面，自己妈用不踩坑。最近我女儿早达在疯狂教她奶奶温迪汉语，孩子最近网课上疯了，每天认真写教案，给她奶奶进行线上语言授课。Hello class, let's start our Chinese today, shall we? 但是吧，载奥达的汉语呢，你知我知，温迪不知。那是一个当年台湾老师问今天的天是什么蓝？他回答瓦蓝的女子，他教出来的学生可想而知。但是呢，他是真敢教，他奶也是真敢学，学完还真敢用。载奥达教他奶奶的第一个词儿是多损，他是这么解释，他说我妈一听说谁说的什么话给他逗够呛，他就说多损，就是 is a very funny 的意思。他教他奶奶第一个4字成语是哎呀妈呀。我婆婆问他啥意思，他说哎呀妈呀，就是 Oh my God 的意思。我婆婆说那我怎么拆分来学呢？那拆分就是 Oh my 就是哎呀 God 就是妈呀。从那天起，我婆婆所有的祷告词全变了，每天吃大餐之前手挽手，感谢您赐予的美餐与美酒。妈呀妈呀，哦，让饥饿的人赶快用餐吧，我真的是等不及了呢，看在妈呀的份上。然后我公公在旁边看着，多损多损。但是我发现温迪吧，他用错了他也不觉得咋地，他不管学这个词儿有多简单，不管用的是对是错，他觉得哎我能说 Chinese 这事儿就已经很酷了。我觉得咱们在这个问题上就有点过于娇羞了。我觉得中国是能用双语沟通的人口比例在世界上来看比重都非常高的国家。我姥都能说 Thank you， 我农村的二舅姥爷都能说 Good morning， 对不？这在外国人心中是很奇特的。我以前有个室友是法国的，还有个好朋友是西班牙的，他们的家都在法国西班牙的小镇上。我去他们老家玩的时候，他们全家没有一句能说英语的，更不用说汉语了。所以在语言沟通这问题，咱就得自信，别一整就 My English is very poor。你能把这句话用英语说出来，你就已经是科技与狠活了，还破啥呀？
你反过来说，大胖媳妇一到东北，啥也不会说，指着个锅包肉，这个好吃。哎呀，这小伙汉语多好哈！这小伙，其实他说的啥玩意儿啊？啥玩意儿啊？所以就是得敢说。我真遇着过几个东北跟我老公敢说的，给我逗稀了。有一次我跟大胖媳妇一块去东北烧烤店，他面对着前边这个烤肥肠，不知道啥玩意儿，问我这是啥。有几个会说肥肠的，我也不知道咋解释。整个烧烤店没人知道咋解释。我旁边我的高中同学，英语应该是科1都没过，学炮兵的，当场给解释明白了。You look at me， 你吸进去 air。勾当，闻一它到这，咚咚咚，不，这个咚咚咚，啪放桌上，咔，barbecue， 烤大肠。解释明白了。还有一次，大胖媳妇在铁岭 KTV K 歌，她唱歌这屋呢门是开着的，外边过去一大哥，喝多了就要进屋来敬酒。大胖媳妇那天唱的是加州旅馆 Hotel California 就那歌，但她五音极其不全，就你听不出来唱的什么玩意儿。然后这大哥就进来了啊，我跟外国友人提杯酒，大胖媳妇 Hotel California， 大哥进来一把大胖媳妇搂住了。 I like 韩磊老师 very much too。最牛的是我老姨姥，我老姨姥稍微有点阿兹海默了，但年轻时候是老师，就有一定英语底子。第一次见我大胖媳妇飙狠活。Which 国家 are you from？ 我大胖媳妇说 Canada。我老姨姥说 I like 加拿大。澳大利亚 is a very good country。哎，这些狠人还都是说英语的呢。还有一次，人烧烤店老太太人没说英文，我大胖媳妇以为又是个狠人飙英文呢。我们去那个炕上撸串，来个老太太60多岁，端上一盘锡纸酸菜，人是这么说的：加小心，耶啊！我大胖媳妇说耶。张拿铁阴差阳错接了一部戏，别说作为男演员的他第一次进组，演技还不错，但是他非常的油腻，在剧组甚至人设崩塌。最近呢，我在整一个小短剧，有一场戏是我们的女主要做一个模仿秀，然后现场女主跟我说她这个模仿秀其实需要一个外国人跟她一起穿着东北大花来一个就是炸场，所以当时我们就急需一个外国人火速过来搭戏。选角导演一听傻眼了，外国人这大冷天荒郊野岭的，我上哪找那玩意儿去啊？这时候所有人的目光就都投向了我，我说啊，我的确手上有一批现货，你们想要雪人啊，我可以随时让他来。但是制片主任突然想到了一个问题，这个他跟拍短视频不一样，外国人不管参演什么形式的影视剧，都需要提前报批，不能说上就上。那你现在拿雪人去报批，咱等结果，那肯定来不及拍呀。我说那咋办呢？后来经历了我们严肃的讨论，我们一致认为只有2个解决方式：一，找一个中国人，但是长得非常像外国人。全华语区我们筛选了一遍，合适的只有费翔老师。我看了一下我们的预算，觉得和费翔缘分还未到，那就只能是第2种方式，就是找一个外国人，但是他又有中国身份。全剧组都安静了，这上哪找去？10万火急的时候，远在西方的智者，我的婆婆温迪正好打来了电话。我说温迪，我现在根本没有时间跟你聊天，我现在就需要找一个有中国身份又有外国长相的人，根本找不着。温迪听完这个描述，沉默了5秒钟，淡定的跟我说：哦，我可怜的傻孩子，你一定是忙晕了吧？你找的这个全世界稀缺物种，难道不就是远在天边近在铁岭吗？ Your son 拿铁章到现在连加拿大都去不了，你不会觉得他是一个外国人吧？你这种情况是不是就属于 riding a donkey to find a donkey 了？一语惊醒梦中人呢，那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蓦然回首，那孩儿却在客厅抠线裤。温蒂姐我燃眉之急，我必须送她一份大礼。我准备了羽西人参面霜和眼霜，专为50+熟龄肌研制，足的长白山人参精华和西域圣女花，滋补成分帮她紧致提拉，养出好气色。羽西是护肤界的白月光，这次也给她一点小小的国货震撼。我就让我爸把张拿铁带来拍戏，张拿铁一听还不去，我爸给了一块绿豆糕。于是到了剧组，很多女生都非常喜欢张拿铁，引发了剧组一定的骚乱呢。服化道都没人了，都去楼下玩张拿铁去了。张拿铁到了之后，发现自己平时在家被我批，被他爸批，被他姐批，而在这里，他居然是一个idol，瞬间油腻了起来。姐姐你好漂亮，有一个高吧。油腻的张拿铁居然人设崩塌，人生第一次自己主动飙英文。我在楼上工作呢，就听楼下尖叫：张拿铁说英语了！哎呀，他说英语了。张姐，你刚才说啥？我听说你说英语了。来，你给你妈说一句，快点的。你不加说话，你不加